美国媒体称，美国已经输掉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。那么，中国凭什么赢了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0月4日发表了斯科特·麦肯的文章，证明美国专家在文章中称美国已经输掉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。他认为，虽然拜登政府把与中国的大国竞争重新贴上了战略竞争的标签，但是如果该战略优先考虑的是竞争和遏制，甚至将中美关系限定于对抗性关系，这样做根本就不会奏效。因为美国要重建全球性的竞争力，就必须与中国合作，而中国已经变成了美国地位不可或缺的替代者。可以说，中国已经赢了。那么他的论据是什么呢？首先，美国过去20年的反恐行动给了中国发展战略的机遇期。反恐行动是美国通过军事主导地位创造了一种环境，激励了与中国的合作。美国打了20年的反恐战争，中国呢成为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替代者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太过于关注反恐行动，而忽略了中国的崛起。中国以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和经济行为，获得了全球的领导力，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国家。其次呢，当美国试图以中国的竞争限定为一场新冷战时，实际上这很难发生，因为中国不玩意识形态斗争，美国盟友也不认可这一点。现实是，美国和中国并没有陷入一场争夺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斗争，世界也没有准备分裂成中美两大阵营。美国根本就无法借此来团结他的欧洲盟友来敌对中国。更为重要的一点是，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多边协议已经没有了美国，但是呢，都有中国。中国正在加入更多的经济组织和其他的联合国的组织，变得更加开放。中国还在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国家进行反恐合作，成立了多国参加的安全机制。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是一个更加合作、更值得信赖的国家，而美国则是一个自私自利、频频退群的国家，正在失去盟友的信任。在经济领域，中国是在世贸组织190个国家之中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。可以说，中国用美国制定的贸易规则击败了美国。中国在经济领域正在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。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的区域联盟也难以遏制中国。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很难说是一个反华同盟。印度与日本可以说各怀鬼胎，而澳大利亚、英国和美国成立的奥库斯联盟可能是美国军事遏制中国的举措之一，但是在20年内难以成效。何况英国距离中国路途遥远，他的飞机是肯定过不来的。就派区几艘军舰跑到中国周边，能起什么作用？这是要打一个大问号的。虽然美国有数名议员再提台湾防卫法，但是拜登政府难以在台海问题上承担军事冲突的风险，无法阻止中国军力的扩张。东盟国家现在呢也不站队美国，证明美国在软实力方面呢已经无法在东亚赢得巨大的影响力。也就是说，它无法战胜中国的影响力。斯科特·麦肯认为，美国过去20年进行的反恐战争，最终呢导致了中国软实力和经济增加方面取代了美国。等美国从阿富汗撤出时，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。目前，美国在军力上仍占上风，这使得军事遏制成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方法。但是，几乎没有人敢在两个核大国之间轻易的挑起战争。那么，中国的崛起真的是美国的疏忽造成的吗？显然不全是。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非常高，因此呢，才赢得了20多年的战略发展机遇期。第二呢，中国没有全球军事基地，从来不搞侵略，也不搞全球争霸，因此呢，不会陷入战争泥潭。第三，中国从来不干涉他国的内政，正在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。第四，最重要一条是中国人民的聪明和勤劳。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全球最健全的产业链，能够向全世界提供无法替代的物美价廉且种类繁多的产品，这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之一。美国为什么就输了？因为中国只要按自己现在的路走下去，就会超越美国。而美国社会的弊病呢，现在已经越来越严重，比如说族群撕裂、产业空心化、供应链危机、
军费支出超高等等。中美未来竞争的关键，恐怕还是科技实力、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综合国力的较量。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手段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